万分，领导征服，无敌英雄。今天体育赛事，感谢锁定 Hot Sport，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晚安，欢迎您持续透过转播一起来欣赏到是114年红道杯全国冰石湖锦标赛。今天在台北小巨蛋冰上乐园所看到的最后一场赛事，公开男子组的冠军战，台北市柳工国中面对新竹县冰湖协会。能够在这2天的赛事里面呢，一路的往前来挺进，因为通常都是要经过小组的循环赛，然后再来面对到最终的冠军赛。我是秉承转播工作与身旁的蒋平，这位也是资深的国家代表选手刘波凯，以及台亚卫星的转播同仁一同来为您服务。老师晚安。晚安，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刘波凯。老师，我们刚刚其实跟你的搭档一起在看球，那是的，现在的话邀请上您了，那也是从加拿大回来。对，没有错，我们都是在加拿大温哥华一起集训的。哦，而且最一开始的时候也是在加拿大开始接触到冰壶，对，没有错。接下来就是把冰壶的这项赛事里面，然后慢慢的带到台湾来。对，是的，这个在加拿大这个冰壶运动算是相当普遍的，所以到处我们在加拿大的人呢都可以很容易的接触到这冰壶这个运动，那也是我最一开始有这个机会可以尝试到冰壶的。但怡轩老师在上一场比赛的时候有稍微跟我们分享一下，说在加拿大打冰壶的成本呢，其实是很低很低的。你年费换算台币，我刚刚看现在的汇率，这样换算下来的话，可能才1000多块钱而已。不过我们在台湾如果要打，好像就没有到那么便宜，甚至要出国。对，那个其实，在加拿大把冰壶这个就像有点在台湾打保龄球的那种感觉。对，对，相当的一个普遍。然后大家也可以去参加不同的俱乐部。那也就是完全就是基本的这个会员费其实是相当价钱相当合理的。那假如说你要打更多的赛事或参加不同的联盟的话呢，那也相当的就是这个价钱会慢慢增高的。是，不过这个其实也是在我们不断的聊到，像老师，我觉得你刚刚就讲的一个很关键的点，像在台湾打保龄球，像我们台湾保龄球其实花费也不贵。对，那因为我们台湾保龄球是普及的，所以也会希望就是冰壶这项运动，因为其实这2天这样看下来是蛮有趣的，而且是很合家都可以去做的一个运动。因为包括像是前面有一些蒋明老师有提到，可能在其他的亚洲国家里面，乐龄的阶段就是可能超过50岁，甚至到60、70岁都是可以参与这项运动的。对，这个是其实老少咸宜的一个运动。对，老少咸宜。对，而且他们也都会有，你可以像我们在加拿大的时候，也可以常常看到一些队伍，团队的队伍，然后各种年龄层都有的。对，都很适合的。好，我们再回到场上来看到的这场比赛是公开男子组的冠军战哦。柳工国中是持红色的色壶，那新竹县的冰壶协会则是黄色的色壶。那冰壶协会这边所派出来的棒次哦，第1棒是欧玉成，第2棒是江轩云，第3棒是戴玉红，第4棒则是队长陈志伟。那在另外一边的话，则是柳工国中，柳工国中只有派出3个人，所以在规则上面的话，就是第1位，第1投掷是投3颗，然后第2投掷也是投3颗，然后最后的队长张哲伦只是投2颗，3-3-2，那就是张凯威、陈启仲以及张哲伦。那他们比较可惜哦，他们有一名队友在昨天的比赛当中最后是受伤了。对，这个是相当可惜的，而且这个。像他们有些队伍的话，他们没有替补圈的话呢，那这个其实是很伤的。那在这个冰壶子比赛上呢，假如说当你有1位刷冰员跟2位刷冰员，这个其实是差很多的。没错，其实我们在前面看到混双的比赛，就可以感觉出来壶走的真的就比较浅，刷冰员就少了1个。对。那到了团体赛里面呢，而且这又是公开男子组哦，应该对整个冰况的适应要再比可能青年组来得再更快。对，而且现在是第1个人次都已经丢完了，要准备轮到的是第2个人次的投掷。我在一开始前面的这几壶的投掷速度应该都会来得比较快，因为最主要就是把落点给放在一个好的地方。但是要进入到续盘的阶段呢，就开始需要深思熟虑了。对的，一开始他们就是慢慢把这些球
战术先把它给摆好，然后后面再慢慢的把它执行。所以前面的再来讲的话呢，前面的球在场上的球会比较少，那后面的话呢，球越来越多，那难度也越来越高。对，就开始要去计较一些，包括你的位置、你的弹道，甚至你的力道。对，是的，什么球不能碰到，什么球是可以碰到的，这个都后来都要好好的要考虑清楚。不过，其实，在最一开始，在落点之余的话，还有就是码表计时器，像老师你的码表就是在你的腰间上，对，那个码表就不断的要去掌握到整个场上的冰况哦，目前到底是如何，免得当你真的需要一直线一箭穿心要往大本营走的时候，却没有办法掌握好冰况。对，这些资讯，这个比赛呢，就是你能有各种的不同的目测，然后你的像码表是可以允许使用的，那你这些数据呢，都是可以给你很大的帮助。那像有一些，甚至有些冰道，它就是左侧跟右侧可能速度都不太一样。哦。对，那假如说冰道这旁边还有人的打，跟旁边呢是观众席，OK， 速度有时候都会差。哇，这个就要提到老师上一场比赛，新竹县冰壶协会这边的教练也是你，所以你刚刚有看过低场地的整个状况。对，那你觉得在低场地上面，以你刚刚所观察到的，有没有什么地方是比较需要注意的？这个主要他们在这个战术运用上呢，因为今天这个冰呢，这个制冰团队呢，他们也很短的时间内去完成这个冰壶的这个制冰，那这个是难度已经是相当高的。那据我所知，他们好像是用了2天的时间。那事实上，在这种世界级的比赛呢，世界总会他们的比赛，他们可能是需要5到7天来准备这个冰。所以呢，在这个时间比较短的呢，他们能达到这个已经算是很不错了。但是他们就是还是某些情况，因为时间不够的关系，所以他有些冰面上呢，没有办法处理得很完美。哦，所以在这上面呢，他们是在这个2队的战术执行上面来讲呢，会比较难琢磨。对，就是像我们这几天看到的，可能会有一些不规则的路线出来。对，所以意思就是冰面其实并没有到那么的平整啊。对，所以这个也是选手可能在前面要先去把这个整个场地给适应好，最关键的一个点。对，在这种比赛，其实在任何的冰壶比赛，就是说2队在比赛当中呢，是谁能达到这个优势，谁可以先抓准这个球的路线跟速度来讲，对他们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好，现在已经要进入到场上最后的2队最后的3次投掷机会哦。那大本营里面刚刚这样看的话是1红1黄，那离圆心比较近的是红色，这个是新竹县冰壶协会的壶。有功国中的第2人次哦，也已经轮完了。第2人次是陈启仲。那新竹县冰壶协会这边则是第3人次，这是戴玉红。通常在4人的团体赛里面，最后一指会是 captain， 然后第3指是副队长。副队长，对。通常他们都是大部分传统的队伍都是以这个东西，就是1垒、2垒、3垒，然后队长。对。那也有的时候呢，他们会有对一些他们战术上的要求的不同，而做这个调整。然后在前面，如果照我们说比较传统上面的安排的话，像队长陈志伟就是在前面，队友在做直弧的时候，他就会在 house 区里面。对。然后等到换队长的时候，就副队长进 house 区里面做指挥。在整体的战术上面来讲，都是队长来控制整局的这个战术，然后呢，副队长呢是会有给一些意见，就大脑跟小脑之间的差别。对。那因为副队长的这个位置呢，其实在4人团队里面是相当重要的。他是负责需要跟这个队长沟通，那他也要去把这个队长的消息带到你的1垒跟2垒上面去。啊，对，因为其实场地是有一段距离的。对。哦，不过
我们刚刚的好朋友，我们张哲伦老师这一直最后的结果有点尴尬，稍微一点助攻到对方的弧了。在进到红线之后的角度，所以这样的话，在大本营突然间又多出现了一个红色的色弧，而且冰壶协会在第一回合是后攻。因为在公开男子组里面，应该会有部分的选手也是过几天要来做国手选拔的。对。所以刚好可以来适应一下场地。像张哲伦老师这2天，他不断的提到，就是他认为以他所观察小巨蛋的冰况的话，是很有机会可以爆冷的。他也认为自己今天早上能够赢石虎小神童是爆冷的。对，今天早上那场我看了他们的比赛，他们的这个更早比这个小神童这一队，他们更早的抓到这个冰的这个速度的这个诀窍，所以这个对他们讲是相当大的一个优势。那刚好这个小神童他们呢刚好有一个几个比较大的失误，所以那个就相当的伤。所以其实，在玩这项运动的时候，你自己跟自己心的那个安定也是需要去竞争的。好，成功的 take out。这一球就处理的不错了，所以让冰壶协会现在是少1分进账。不过冰壶协会还有最后一次直壶的机会。对，现在是基本上是保证的有1分。对，现在看了接下来看得到第2分机会。对。看起来是要直接往大本营走就好，也不会特别去把最外围的黄色色弧给做 take out。对，这个今天就是看这个，就完全是看队长他自己的喜欢的他的球路是什么。那有些队长他们喜欢打击，他们就会想要去做这个 take out， 但是有些队他们觉得，既然前面都是开的，那他们做这个旋球进去会比较简单一点。不过最后因为他的力道短了，所以是一次无效直壶。但第一回合是由新竹县冰壶协会拿到了分数，大比分1-0，暂时领先。柳公国中新竹县冰壶协会在我们第一场地这场比赛所看到的是在今年度红道杯的公开男子组的冠军战。那现在是要来到第2回合，在第1回合是新竹县冰壶协会拿下了分数，是的，所以现在是有1分的领先优势那接下来看第2回合，因为第2回合落后的柳公国中就会拿到了后攻的机会，毕竟他们在第1回合是没有抓下来的情况之下，后攻有后攻的优势对，他们最后一颗直球的话，当然是这个是一个绝对的优势。那因为刚刚上一局的话，这个柳公国中呢，他们已经是可以把这个伤害降到最低了。是，所以那局呢，其实对他们讲，他们也是成功了。而且公开男子组，我们对他们应该要再严格一点。他们有多其实都是有机会披上国家队战袍的。对。他们这个很多球员，他们都花很多的时间跟精力，他们有时候也会自己去国外受训练，是都相当有心的。然后来看到柳公国中，他们的第1棒是张凯威，张凯威其实是写在
他们的名单上面的第2棒，只是没办法，他们第一棒受伤，对，吕老师就是没有办法来，对，太可惜了。顶了一下红色的色弧。好，这个要讲一下哦 ，take out 的规则跟你一开始所放到的那个区域也是有关系。刚刚可以做 take out 是因为他在大本营里面，对，他的那个红色的球有接触到大本营，那另外一队黄队就是可以有这个权利选择把它给打出去。对，那假如说对方的球它是在大本营之外，然后是在这个他们所谓的讲的 play area。是，就有效的区域里面的话，就是在红色线之后，就是现在这个位置。对，那前5颗的话是不能做，就不能就把它打出去。打出去的话，就必须要把这个球放回原位。对，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前面一直在讲到的，在团体赛里面的前5颗球要特别注意，不能 take out 的，就是在前面的这个 zone 里面。对。那这个区域叫做自由防守区。自由防守区，对。Free guard zone。对。那在过去的这个冰壶的历史来讲呢，他们以前最早呢，他们是据我所知是没有这个guard。那后来呢，因为大家的这个冰的状况呢越来越好，然后球员的这个精准度越来越高，是，所以呢就变成说，今天他后来在我开始打的时候，也就是20年前，他们就是可以说有3个 guard，以后才可以打，后来又变4颗，变成4颗，而且变5颗。因为现在这个冰的状况呢，在过去的20-30年呢，进步了很多那大家其实久了之后，对于整个冰壶的这个掌握度都变高了。变高，对，均值有时候他们要一次，当你打到后面这个比数已经悬殊很多分的时候，差个3-4分的时候，那假如说对方的击打能力相当强的话，一次可以把你几颗球一次给处理掉，是，那就变得说他们反而是输的那一方，他们没有一个机会可以扳回来。他们是为了这个追不起来，对，为了他这个更有看头，所以他们就把这个这个规则稍微改进了一点。所以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在前5颗球在自由的防守区里面。那另外一个要注意的就是，如果他在中线上，这个也是有规则的。对，中线上的话呢，就是不能把它这个给这个可以讲敌方不能把它的球给磕出中线外。是，对，就是你还是要让它有一部分是在中线上，必须要对中线有接触到的。就是在场上现在可以看到选手2脚之间细细的这一条线，那这个也是前5颗球的限制。对。那一样，也就是在前面的这个自由防守区里面，就是现在我们所看到没有在大本营前。没有进到大本营，然后在大本营前的这些壶，好，但现在其实就可以了。其实上1颗球就可以开始去做take out。对。所以呢，对他们这个后手的这些这个队伍来讲呢，这个前几颗球呢，怎么样去把它给设定好，是很重要的。他们可以把握这个机会，这个规定。焦轩云的第2局。然后这个要让黄色的色壶移动，直接穿过了大本营。对，还是留在 play area， 但是呢，已经没有在大本营里面了。对，这颗几乎等于就是在这边也好像没什么用。对，这个也是看他们的运作，但是这个比赛其实还蛮早的，现在才第2局。对，那其实有时候有些队伍呢，在战术上呢，他们会使用到最后面刚刚那颗球。它就是拿来做刹车用的，当做一个垫底的一个垫底的。但是它的那个位置也会很重要，因为如果它的位置还是离大本营比较远的话，它的垫底其实没有办法停在大本营的周围。对，不就看他要怎么样利用了啦。对，所以对方的当时刚才这个新竹县冰壶协会呢，就拼命的想要把它刷到越后面越好。对，就不要让它离大本营这么近。对，最怕的就是他在边边，他真的会被当垫背。对，不要让他们用到。不过其实自己可以拿自己的壶当垫背，也可以拿对手的壶当垫背。对，没有错。只要有出现在那边，都是有机会来做利用的。好，这边是打到了自己的壶，哇！一次移动了还蛮多颗球的，而且是有稍微推了一颗柳工国中的黄色色壶进到了 house 区。
柳工国中现在是陈启仲。点了一下，但是在接触的这一瞬间，其实力道还是比较大哦，所以最终是没有办法留在大本营里面。陈志伟现在在看接下来的落点要放在哪里。看起来他是希望把这个黄球把它能处理掉一些。戴玉红。这个是一个击打的一个速度，不过可惜弹道上面稍微没有办法去跟到球，所以没有做出成功的 take out， 反而是自己穿了出去。接下来一样是陈启仲，在柳工国中这边的话，他们副队长是张凯威，放在第2棒。他们现在是需要进攻，希望呢可以把它丢到这个盖儿的后面，藏在后面。但是好像被刷多走了一点，还是有留住哦。那这样的话，目前以这个状况来看的话，有2分，因为还不确定在这个以我们画面上大概10点钟方向的这一颗，跟2点钟方向的红色的这一颗，到底哪一个比较离圆心比较近？对我们这个角度有时候可能很难的看出来。不过呢，这一球呢，带给了这个新竹县冰壶协会呢一个不少的压力。对，因为有可能是2分，有可能是3分，所以他们现在必须要好好想清楚，他们这一刻就要怎么处理。他们是要进攻，还是说可以防守，把这个黄球尽量打掉，能打掉几个算几个。手是有指哦，不过看他的指挥棒所放的位置，还是要直接往大本营走。哎呦，稍微滑了一下。现在就是陈志伟喽。哎呀，好，这个也是直接穿过了大本营，很可惜，头也不回啊。刚才稍微滑行中稍微滑了一下，然后做了一个小的调整，可是好像还差了一点，这球相当可惜。那现在柳工国中呢，现在看他们能不能好好的这个再指一颗球进去。因为冰壶新竹县冰壶协会这边的话，现在剩下最后一次的指壶。即便无论是体力老师、庄老师，还是哲伦老师，甚至是一轩老师都有提到，其实在后攻的情况之下，希望最少要拿2分。对，这个以冰壶的战术来讲呢，最简单就是说你后手得2分，前手的话呢给1分，这个是最简单的。哇，顶了一下，结果把红色的色壶往大本营的圆心再往前顶了一点。哇，这样好像会只剩下1分哦。对，看起来好像现在把那个球磕了一下，推了进去一点点，好像现在只有黄色只有1分的样子。对，感觉1分比较稳而已。好，再回头来看一下，现在这个时候是2分或3分，可是这一颗，哇，这样的话好像又比大概7点钟方向的这个黄色色壶要再更靠近圆心。突然间给了新竹县冰壶协会能够至少去保一下那个分数的机会。对。好，直接做 take out。不错。而且这样的话，在大本营里面的话是2红2黄，但是比较近的应该是红色哦。对，看起来感觉这是刚刚被磕到的那一颗，对，它是比较近的。好，柳工国中现在这一次的直壶，同时也是这一回合最后的直壶就很重要了。因为目前的话比较近，离圆心比较近的是新竹县冰壶协会。
所以他们现在想要把这一颗刚刚最后一颗红球把它给它处理掉。那在这个地方呢，他们也是必须要小心，因为他们后面还有一颗球在这个大本营的后面。对，所以呢，他们要小心说，这个击打的这个点很重要，不能说让他把那个球传到后面去，然后还是留在大本营里面。而且因为现在在大本营都是在周围而已，对，那可能就是一碰到之后都会去改变。接下来就看准不准。应该是往外他们并没有要去做 take out， 而是想要直接穿。哇，可惜了。哇，那这样子的话，又让新竹县冰壶协会捡到了这一回合的分数看起来是这样子，而且看起来是2分哦。好可惜。哇，那这样子的话，拿下第2回合，新竹县冰壶协会就会是大比分3-0。来看一下他们最后的讨论啊。对，他们现在2队的队长跟副队长，他们在互相的确认一下。因为如果是以我们转播镜头上面看的话，应该就是1分还是两分的差别哦。确定会是红色方拿下这一回合，但是1分还是2分。看起来应该是讨论完了哦。对。不过无论如何，这一回合对于柳工国中来讲，最后的结果可能是比较不如意的。那就看看等等第3回合能不能够赶紧调整回来了。休息一下，稍后再回来。好，那现在这样的话，新竹县冰壶协会刚刚在第2回合是只有拿下1分，但是至少他们是在没有后攻的情况之下，对，偷了1分，对他算是偷了1回合哈，偷了1回合，对，而且原本其实优势是会在柳工国中，甚至我们一度是期待柳工国中能够拿下大局。对，刚才那个柳工国中他是有很多机会可以得个2-3分的一个这个机会啊，对，结果后来最后2球，这个突然这个有一点小失误，最关键其实应该就是那个磕，就是磕到了在2点钟方向的那个红色的色，把它给推进去了一点。对，就这一推真的只是多了一点点，就整个分数就倒过来了，整个这个压力的这个就转变过去了。好，那在这一回合第3回合哦，先攻的依旧是新竹县冰壶协会，他们抓下了前2个回合。不过其实这2天看比赛，前3个回合就算都抓下来，后面还是有可能会被逆转，还可能是会变数的，对对，所以很难讲。尤其是如果1回合只有拿1分，这都很难说，都很难说的，对。柳工国中在第1棒哦，这位是张凯威，他会有3次的直呼机会，那同时也是柳工国中的副队长。希望再插的再更近一点，不过这边这个位置停下来也是可以接受的哦，因为毕竟才刚开始，是比较偏布局的落点。对，这一局还是柳工国中他后手，所以呢，他通常呢，在把这些前面几颗球设定的时候呢，guard设定的时候，他会希望再稍微靠边边一点。对，那把这个中间呢是尽量保持开场的，所以到最后面的他的队长呢，可以比较容易可以直到中间去。那以先手的这个球队来讲呢，他们就希望把中间给堵住，先控制好中间的这个球道。因为它的差别就是在于你有没有最后那一直啊。对，毕竟你最后那一直，你就不用去担心说我放到哪个位置，然后会被别人给 take out 掉。对。柳工国中这边还是张凯威。
所以这样的话算不算是已经把画面的右半部给控制住了？对，这个其实我不是很清楚，他们是想要丢在他们之前第一颗球的后面，还是想要再做一个这个 guard 的这个动作？因为刚才他那球出手的时候呢，出手以后球感觉跳了一下。哦。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可能是他们后来改变了他们这个看到球的这个球路以后呢，他们改变了这个战术呢。他有时候这个冰壶呢，这个刷冰的这个动作呢，就是可以把很多这个冰上的这些灰尘啊，甚至毛絮啊什么，把它给清掉。那有时候球压过去的时候，可能会造成这个球路的这个变动。所以其实在前面刷冰是很重要的任务。对，这刷冰是很重要。其实大家都是讲说，至少直球的这个直球员呢，他可能贡献60%-70%，那剩下呢都是刷冰员在控制的。刷冰哦，甚至是可以去影响到这个壶出来的弹道。对，这是一次无效直壶，太短了，没有过红线。焦轩云，新竹县冰壶协会的第2棒。力道够就打了一下自己在画面左侧的红色色壶，不过目前还没有任何一色的色壶是可以进到大本营。看起来两队在这一局呢，第3局的时候呢，他们的大家的球都稍微丢的比较轻一点，所以呢，在大本营前面现在有很多的这个 guard， 那这样对他们进攻呢，在得分上面呢，就难度又增加更高了。现在是只有一位在刷。哇，所以我现在才突然间注意到，对柳工国中来讲哦，因为他们也是只有3位的选手，所以他们可能在刷冰上面会是这一场会比较需要去注重的地方。那么只会有一位来刷冰，除非你自己指，然后自己要赶快赶上来。对，这个对他们来讲是会蛮吃力的。虽然在两个人在刷冰上面呢，比较靠近球的这个刷冰员呢，他的贡献会比较大。那比较靠外的那个刷冰员呢，他事实上他全力刷的话，也可能只有靠球比较近的刷冰员的30-40%而已。但是呢，有很多时候呢，也许你就差那么一点点，对，就差那个30%，对，30%就需要再多走个1-2寸，就可以得个更多分。对，能多一个人就会是比较好。是的。但刚刚红色方的直壶哦，这个是打到了自己的色壶，并且把原本自己的盖给打开来，也算是有一次失误。这边在直壶上面，原本力道都给的比较大，所以就等到了直接过红线，顶一下自己的黄色色壶。我们的好朋友张哲伦老师看了一下 ，OK， 现在有黄色色壶先进到了大本营，而且是留在了画面的左侧。不确定，但是印象当中，在他的前面是有很多防守壶的，对，相当多。他算是藏到了各种这个红色跟黄色的防守壶的后方。对，刚才那一球的效果其实还是不错的。那最理想的情况下的话，刚那球他假如说再短个1-2尺的话呢，可以在那个防守壶后面的话呢，那个是最理想的。现在的话是新竹县冰壶协会也希望能够把壶送到大本营，送是送了进去，但是离圆心
依旧是柳工国中这边比较近。其实这一球也是可以，也算是不错的一个结果。那他这个好处呢，虽然没有现在还是黄色的球1分，但是呢，他把这个大本营的这个基本上的这个范围给缩小了。而且因为他也是比较偏中线的右侧，所以前面应该也是有一票的防守弧，并不是说可以直接去被攻击到的。啊，这个力道可能短了。然后最后是过了红线之后就停下来，又多了一颗防守弧。接下来是在中间这个红黄两个粘在一起哦，这边应该到了最后的几个弧是可以利用看看的，或者是大家就会选择要避开这2个弧。目前如果以指挥棒的位置上来看的话，是想要避开，直接往大本营里面送。现在以这个新竹县冰壶协会呢，他们基本上有3个选择，一个呢可以把在我们荧幕中右边在大本营里面那颗球处理掉，或者是直接做 take out， 可以做 take out， 或者呢，他可以先想办法再放一颗防守弧来保住他现有的红球。是。第3个的话呢，就是可以再掷一个球进去到大本营。来看一下他们的选择哦。我看起来刚刚所指的，应该是想要直接再送一颗进大本营。对。就没有要特别去做告。哇！但是这个一碰之后，直接被刷出去了。力道稍微大了一点。所以现在就马上回头再讨论冰况。对，我认为应该还要再让弧前进的慢一点。所以大本营里面目前依旧是柳工国中，这里是比较近。他们指挥棒指了一个蛮特别的地方。看看最终的效果会如何哦。点一下自己在红线前方的黄色色弧。好，再送一颗进大本营，但是中间的话，目前是有一个红色的色弧卡在这里哦。那这个的话，就是老师刚刚所讲的，它的效果以目前来看的话，是去限缩了大本营的范围，所以刚刚进来的这一颗还是太过于外围。但是柳工国中是后攻，对啊，等等，应该是有机会做 take out 的。而且目前在大本营里面的话，是3黄1红。陈志伟最后一支，直接做 take out，而且最后红色色弧留的位置蛮漂亮的。这颗球的效果相当的好，把对方的球给处理掉，而且自己的球呢旋到中间去，然后前面又有好几颗这个防守弧来保护他们的这2颗红球。而且现在在大本营里面的话，2红1黄，在红队这边会有2分，而且接下来就变成是把难题丢给柳工国中。对，现在把压力丢给他们。因为如果你要做 take out， 你就算把在红圈的这一颗给 take out 掉，但是你如果留不住，你没有办法留进在圆心周围的这个弧的话，那在蓝色圈在靠近蓝白之间的这一个红色色弧也还是有得分机会。对的。而且重点是你要去攻击到那一颗，前方是有很多的防守。防守的，对。
哇，这几乎是相当的关键的，一壶定乾坤呢。对。虽然现在才第3局，但是呢，在这个情况，他们现在落后2分了，所以他们这一局呢，他们是一定要想办法可以得到1分的。指的这个位置，因为前方有一个自己的黄色色壶，所以应该目标上面是要去顶那一颗黄色色壶，把自己的球给顶更靠近到红心中间。好，再顶，但是最后的效果并不好，2分。那有没有第3分？最后面的这一颗，突然间要来看一下哦，有没有削到边？现在保底2分。看哲伦老师这边好像有比个3哦。哇！但是这一回合又被新竹县冰壶协会掌握下来，连下3城啊！这个对于柳工国中来讲，可能在回合间要来好好的讨论一下他们的作战策略了。休息一下，稍后再回来。第3回合，新竹县冰壶协会拿了3分。对，这球是刚才那球是丢得相当的精彩，那给了这个另外敌方呢相当大的一个压力，做了完美的 take out， 同时移心换月，自己的壶留在了红色的那一环里面。结果最终是让柳工国中又再做了一次比较冒险性的打法。那最后的结果反而是又帮到了新竹县冰壶协会，因为在最后缘那一刻我已经没有把它放进去分数里面，结果最后一刻他是有拿下分数的，所以又多了1分变3分。大比分目前5-0，那这个就有点被拉开咯。对，现在这个落后5分。那现在以这个新竹县冰壶协会呢，他们的打法呢，应该就是会打得比较简单一点，保守一点。所以他们现在第一球呢，就直接丢到这个大本营的这个中间的部分。那以这个柳工国中呢，他们现在的战术应该讲，就是说他们要好好把这一局给设好。所以呢，他们这个盖儿，这个防守弧呢，也必须是很重要的，必须要丢到位。他们在前2回合已经错过了2次后攻能够拿下回合数的机会了。感觉力道大了一点点。哇，结果是擦了一下，但结果并没有改变原本红色色壶的位置，反而是自己的色壶没有留在场上。虽然呢，像这个比数呢是5-0的一个状况下，但是呢，其实呢，在过去的3局里面呢，任何一队都是有可能可以得个2分到3分的机会，所以这个是相当一个其实很精彩的一场比赛。是公开男子组真的不一样。这个也是送到了一个很不错的位置。对。新竹县冰壶协会很强哎。对，这场他们的表现相当的好。那前面2局他们其实也有几次呢，其实也蛮危险的，但是呢，他们都这个化险为夷啊。化险为夷，对。而且他们真的就是通常都是会有一颗很关键，然后那一颗会把整个场面翻转过来。翻转过来，对。哇，这里有一个无效的直弧。
很可惜哦，因为现在对于需要追分的柳工国中来讲，他们必须要把握他们每一壶的机会。对。那因为要保留他们的体力哦，所以刚刚那个很明显会是无效直壶，就没有特别去刷了。现在在柳工国中呢，他们是需要注意，因为他们现在的那个战术呢，他们是需要把这个球给设置好，然后方便他们的进攻。那以这个新竹县冰壶协会呢，他们的目的呢就是打得简单，越简单越好，所以会很多击打。那击打的这个情况呢，就是你刷冰的情况会比较少。那换过来讲，柳工国中呢，他们要这个选球的机会比较多。所以呢，他们反而需要刷的更多。是。那他们现在又只有3位球员在场上，所以呢，又就是难上加难了。哦，真的是，突然间去放大了他们少一个队友的这个情况哦。对。我想他们巴不得是对方的替补也可以过来支援一下，因为我看新竹县冰壶协会这边其实还有替补10月，替补上场的先决条件会是什么？一定要有人受伤。还是我可以临时换？通常都是受伤了才换，不能说回合我稍微先换一下，说我这一回合让替补上来。通常很少，通常就是替补一旦换上去以后呢，就是打了，就是接下来的打到底，打到底了。对 ，OK， 所以真的就是有受伤。对，在国际赛也是有看过，他们会常常换来换去，但是这个情况是相当的少的。哦，但是是可以这样换来换去，只是比较少见而已。所以很少见的。对 OK， 所以规则上面的话，并没有强制说一定要受伤才可以去做替补。对，他们就会说受伤，但他们通常也都不会问太多。哦，他们会说受伤。对，会。如果他再回来的话，就说哦他伤好了，然后另外一个又受伤。对，甚至有看过情况，就是说这个受伤完又说那个好了，然后又好一点又换回来。OK， 这有点钻漏洞。这有一点是在钻漏洞了，对。但是这个情况是相当少，在我过去这20几年的这个经验来看，也只看过1次而已。对，这是相当罕见的，对，国际赛。啊，这个就毕竟人嘛，也是说好玩啦。对。体力老师前面跟我搭的时候，他不断的跟我强调，这是一个君子的运动。对的。所以在君子运动上面，有时候真的就好玩，就两边一直换来换去。所以在这个冰壶的这个比赛当中呢，其实观众可以看到，就是说旁边其实看不太到这些裁判的，跟别的这些运动比较起来呢，是裁判常常会在这个荧幕中出现的。那冰壶呢，就很多时候就是让2队的队长或副队长他们自己去瞧，对，沟通好就好，沟通好，然后给大家两边同意，那我们就这么做，然后这比赛就继续。因为在裁判的这个主动性就不会像其他的这种竞技型的运动来的这么高，对，甚至是如果这2队其实对于规则都很了解的情况之下，那裁判可能就是去翻那个计分板，对，变成计分板辅助员，对，他可能就完全没有出场的机会，对。然后刚刚是有做一次成功的推告，不过自己的黄色色壶并没有进到大本营里面，但就在前缘了，所以很有机会能够送得进去。不过现在会寻求打得简单的新竹县冰壶协会是很有机会直接做推告的，就顺着直接往黄色的这边走。好，但是弹道没有碰到。现在新竹县冰壶协会呢，他们现在他们的中间那颗球的位置站得不错，对，然后还有上面还有一颗对方的一个黄球把它给挡住了。不过他这个位置跟这个距离有机会用碰的哦，就是我先碰黄色，然后黄色再来碰红色。对，对，柳工国中应该会想试试看用这种碰法。他们还是目前为止，他们还是有不少的选择。因为场上其实比较空，而且在前面的防守弧并没有太多的情况之下啊，但是推到这个位置就尴尬，还是有机会12秒。两边最后的3次直弧机会。老师，如果现在是新竹县冰壶协会，如果你在这个协会里面的话，这3次的直弧，你觉得该要做怎么样的策略会比较好？其实
新竹县冰壶协会现在的选择还蛮多的，因为他现在2颗球红球在里面，基本上已经在中心的位置站得相当的稳。他们要不然就是可以再丢1颗进去，或者是把那2颗球给保护住。那甚至还有另外一个打法，就是说他们可以打得更简单，把对方的这个柳工国中的这个防守球给打掉。对，那打掉那颗球啊，他们还是2颗在中间。那柳工国中的话呢，也不见得会去碰那2颗球，因为他们还是必须要去慢慢的这个 set up 他们的一个这个进攻的这个战术。对，但是他们如果还要再 set up 的话，其实他们的弧也就是最后的这3次机会。对。然后刚刚是碰了一下黄色的色弧，黄色的色弧有被碰到大本营里面，但是跟在红圈里面的这2个红色色弧比，还是有一段距离。而且这一碰，其实前面隐隐约约一黄一红，变成了防守弧。所以算是很巧妙的去运用到了对方的弧，来帮忙自己做这个 guard 哦。现在看来，他们柳工国中，他们现在是好好要讨论一下，他们下一步要怎么做。柳工国中如果是以指挥所放的这个位置，选择要另辟蹊径，但是这一条路他们守不守？刚刚好像很少走这条路。对。会特别提醒，因为如果这条路走的比较少，那对于整个摩擦力就是陌生的了。的速度来讲呢，跟他这个球会旋的这个角度呢，这个有在赌一赌的。碰了一下，但是没留住，然后另一边自己的黄色色弧也被带出去大本营。其实这颗球来讲，其实也还可以。他们稍微把这个前方的障碍物给稍微移除了然后呢，他们现在从另外一边呢，应该可以看到这整颗或至少有半颗的红球。我现在在大本营里面哦，3个红球，3个红色的色弧。所以现在新竹县冰壶协会最后的2次直弧机会要交给队长。那看副队长所放的这个位置哦，就是再补1颗进去就好。对，他这个也是很多选择，他可以基本上再指1颗球进去到大本营里面，或者是呢防守弧也可以，就是放在前缘。对，所以宁可放的短，也不要放的长。对，力道感觉上好像有点重。对，尴尬。但是虽然说把1颗给碰出去，但他们在中心这里现在其实是分散开来的哦。对，他现在中心这颗红球呢，基本上是完全应该是被盖住的。对，被盖住之余，而且他旁边的那个就把难题丢回去给柳工国中，除非你冰框你掌握的够好，你能够直接放到更靠近中心圆的地方，否则你要做take out，你要从哪开始做？现在也许我认为柳工国中呢，他现在可能要开始考虑怎么样把这个损失降到最低了，降低损害。也许他们现在可能需要把1颗球给旋进去，就算他没有得分，但是呢，就是至少可以说 OK， 今天假如说红队再度偷分的时候呢，也最多让他偷个1分。是。但这个抉择，因为他们也只有2次的直弧机会，对，还要够准。那这2次的直弧机会，以目前看起来的话，等于是有2条线要去处理。对。那刚刚所讲的那颗球呢，就是必须相当精准。那精准来讲的话，就是也是需要这个刷冰员呢，他们还有这个整个团队的这个密切的一个配合来完成这个球。我们看看他们是怎么丢。这个弹道好像没有跟到，但是能不能够留住？没办法，这样的话就浪费了1颗，直接穿过去，很可惜。新竹县冰壶协会最后的直弧机会，这一回合以目前在大本营里面的话是3分，
那他们希望至少要保底2分，所以再多送1颗进去。因为等等，如果柳工选择直接做 take out 的话，我要给他一个选择题。刚才在队长直球之前，副队长也特别提醒这个队长，力道不要太大。不过他们但是经历了一段，可能是摩擦力比较大哦。那最后是过了红线有留住，但是离大本营有一段距离，但能不能成为防守弧？但如果这个角度放在这边的话，好像是保2分的感觉哦。接下来就看柳工国中能不能够直接把弧送进圆心，或者是做take out。对，现在就是2个选择，他们就是一个就是想办法还是直接丢到正中心得分，对，或者是说想办法丢到正中心。那没有到正中心的话，就是最多给对方1分，还是说他现在要减少损失，把旁边能看到的打 take out 能打掉多少，对，算多少。但他如果 take out 打得准的话，能够去把原本现在红色突出来在画面左半部的这个红色色弧给打掉，然后取代它的位置的话，它也是可以很有效的去降低损害。对，因为它这样就会让原本的3分变只剩1分，因为有一颗其实是在比较外围的地方。对，这种时候通常呢就会让这个队长，这个让泽伦呢他来决定，他这个什么球道，哪一个球道跟他力道，他哪个比较舒服，他比较希望打哪一颗。哇，穿出去，这好可惜。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可惜，张哲仁的这2次直弧最后都是直接穿了出去。那这样的话又是一次3分的大局。上半场完，目前柳工国中还没有破蛋，而且在靠着第3跟第4回合2次的3分大局，新竹县冰壶协会8-0，非常大的领先优势。休息一下，稍后再回来。
1分、1分、3分、3分。滨石湖协会哦，新竹县的滨湖协会目前所领先的分数是8分。在中场回来之后，就要看一下台北市的柳工国中哦，他们能够做出多少的调整。因为到目前为止，不只是还没有破单，而且在前4个回合当中哦，是在自己有后攻的机会情况之下，没有办法把分数给收回来。但是毕竟在这场比赛，柳工国中他们所面临到的是他们少了1位队员，那少了这一位队员会影响到的是他们在刷冰上面哦，这真的是少了一份力。现在在场上这位是欧玉成，新竹县滨湖协会的第1棒。在领先的分数比较多的情况之下，我想新竹县滨湖协会在这一回合所要做的事情，其实就跟他们在第4回合要做的事情是一样的，就是把比赛打得越简单越好。是的，现在领先8分，其实是领先相当的多啊。所以呢，以这个新竹滨湖协会呢，他们这个就是尽量把这个战术打得越简单越好。柳工国中在少1位队员的情况之下，这样比赛注定就是会比较辛苦。我想对于他们场上的队员来讲的话，包括像是张哲伦老师，他也算是提前在适应场地。更重要的是后天开始的国手选拔。是的，对。他心里面会不会希望说，我国手选拔就到第一场地就好？第一场地他至少今天比2场。对。好，那现在的话是场边也要换人吗？我刚刚有特别问换人到底有没有一定要受伤这件事情？应该是还是你想换就可以换？基本上是现在都是想换就可以换的，想换就可以换。那因为现在主要他们滨湖县的这个滨湖协会呢，但是他们现在已经是以8-0的这个优势在领先了，所以他们现在可能也是希望，让这个替补球员上来累积一些经验。替补是10月。哦，滨石湖这边换人的动作也是打叉叉，跟篮球一样。对，但是现在的话，通常应该是没有办法，除非是没有办法是现在换，应该都是比赛一开始的时候，就回合开始的时候换嘛。对。所以能不能够中途换？中途换是不是一定得要有受伤才有机会？通常受伤替补进来之前也是必须要等到下一局。哦，所以他是在讲他手腕不舒服了。哦。这并不是很理解他们跟裁判的沟通是什么原因？会不会是真的不舒服？因为看起来是手腕。有医护人员上来关心了。对，所以这一次的换哦，是等于是因为伤而换。手腕不舒服啊。所以换的是原本的第1棒欧玉成哦。那换上来的是10月，其实10月感觉蛮年轻的，而且他的这个头，我觉得剪得好整齐。我好像已经很久没有看到剪这么整齐的寸头，蛮好看的哦。那再看他的直弧，最后效果如何？刚过红线。其实我觉得替补呢被换上来的时候呢，其实在那边已经在这个比赛开始的时候已经做了5局了，做了好几局，然后他这个然后马上上来就开始要表现，这个其实也是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对，因为他对整个球的这个速度啊，然后也没有机会满身，所以这个替补上来这个难度其实也蛮高的。其实各个运动的替补都是会面临一样的情况，对，比较难去暖身。
大概只有棒球啦，你还有牛棚，牛棚可以进去。在旁边，对。所以棒球最怕的就是你不是从牛棚出发的。不过如果是职业的赛事，应该都会先进牛棚，都会的，只是时间长或短的问题而已。在冰谷呢，通常这个呢比较战术上的换人呢，就是说今天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领先，然后呢，教练呢觉得说，今天是让一个替补上来一个累积经验力很好的时候呢，他们也会就是请他们到旁边去稍微拉筋一下、暖身一下再上场。那今天以这个情况看起来是他们的这个一垒好像是真的是有拉伤了，然后手腕是真的不舒服，所以呢，这个替补是在没有一个预警之下，对，突然就要换上来的，对。我就看适应的能力哦，因为感觉起来蛮年轻的。对。不过这个我就必须要讲了，我刚刚跟这个周老师打，我也一直以为他很年轻，但是他的确是很年轻啊，可是他比我认为的那个年龄，我认为的还要再更年轻。我觉得保养的真的很好。会不会是因为加拿大那边真的比较冷，所以在整体的肤质状况？因为我看老师你感觉肤质也是维持的很好。没有，还是因为长期在冰宫里面。这个我不知道，他这个在外面常常去比赛的时候，人家都常常是猜说他的年纪。那我相信多少是跟爱好运动有关系。然后呢，可能。这个他可能又保养的也特别好，所以说不定刚刚上来的10月，然后说不定比我现在看到实际年龄还要再更年长一点，也说不定啊，也有可能。我就跟那个游泳的选手通常会比较白是一样的，游泳池里面的漂白水比较多。然后现在是柳工国中这边有一个黄色的色壶被送了进去，送进大本营。陈启仲，想让他再多走一点，直接进到了大本营，但目前都是在边缘。不过现在柳工国中能够先进大本营就先进了啦，不要想太多。有的时候他们在这种比较大幅度落后的情况之下，应该也是要先试着把比赛打得简单一点。对，以这个新竹县冰壶协会是必须要打得简单，他不需要把这个事情过度复杂化。像刚刚这一球呢。感觉上看起来，他是希望把这个柳工国中的里面这个黄球呢，先击打掉一颗，但是呢，他后来先碰到了自己的这个防守球，其实这个效果也是不错的。他把这个东西呢打开，让他这个黄球呢，下一颗黄球没有太多地方可以去藏，所以他那个也算是成功了那一球。怕的是自己的球挡在前面。门户一打开哦，对于柳工国中来讲，他们必须要赶紧再多送几颗进去哦。就也是一样，如果你现在能够多送几颗进去，就要让新竹县冰壶协会做催告的时候变成是一个选择题。对，要让他们的难度增高。对，那一旦难度增高了，有时候很多意外的就有可能会发生。那他们就是可以在这个时候呢把握机会，那多得几分，然后把比数再拉近，因为毕竟后面还有个2局。对。所以这一局呢，对他们讲的是一个关键。他们这一局直接穿出去哦。这个。所以呢，他们能柳工国中呢能不能逮到这次的他们的失误，然后呢
再丢一颗球进去，或者呢可以再放颗防守球，或者是把他现有在上面在大本营上面的那颗黄球再往里面推一点。哦，是直接进去，哇，然后会再直接出去。啊、我来了，我走了。好，所以还是留2颗在大本营里面。所以现在新竹县冰壶协会呢，他们在继续尝试的把这个2颗，看能不能一次至少处理掉1颗。两队都要轮到的是队长喽，最后的2次直呼机会。像刚才我发现这个柳工国中呢，他们的这个队长泽伦队长，他也自己出来帮忙刷冰了。对，这时候呢，就是他双边呢可以稍微减轻一些这个刷冰员的这个压力，但是同时间呢，他跑出来以后帮忙刷冰呢，就等于是少了一个人在看这个弧线。所以大家这个必须这个力道应该是要做take out了。对。好，直接先把1颗给击打掉。对。所以现在柳工国中现在在怎么办？现在只剩2颗球了，我觉得这2颗球可能都必须要进攻了，不能再丢这个防守球了。所以一样，就是你如果能够放得进去你的大本营里面，至少能够让新竹县冰壶协会在最后的这个直呼，能够去思考，那我到底该要去打哪1颗？对，除非你真的放太极变112鸟，否则如果你放的足够分散的情况之下，也等于是可以去分散你的风险。对。但还是要看泽伦兄放的准不准，因为我必须说他在前面的几个回合是很容易一箭穿心哦，来匆匆去也匆匆的感觉。平常的表现其实都很不错的，像这次前几个月他在这个亚冬运里面的表现也是不错的。那现在就是希望能够看到国际赛的哲伦。哦，可以哦，留得住吗？留得住吗？画面稍微有一点被遮到，哇，没留住。但现在柳工国中目前在大本营里面呢，还是有保底1分。对。所以他们现在至少在这一局呢，要保证他们得到2分。那只要得到2分的话呢，也许还可以继续再打1局试试看。陈志伟其实正面的笑容还蛮可爱的，他刚刚那个一笑，对，可以感觉到他们现在这个领先比较稍微比较放松一点的啊。突然球慢下来了。在低场地，通常在快靠近红线的时候，会好像突然间在爬坡。摩擦力会变大，我这2天这样看下来，大概都是到那个位置。对，通常尤其是在这个中线的地方啊，因为中线他们来讲呢，就说今天是一个滑行的轨道，所以呢，你不止球会滑过去，还有你人滑过去，你的鞋子会摩擦，所以其实中间的中线那一区的这个速度呢，打到后面的时候，通常都会慢下来。所以这个在最有经验的刷冰员来讲的话呢，他们就会知道说，假如说这个球会经过那里，他就会先早一点开始刷。确定说那个位置可以到位。这个是不是短了？3个人都来刷，但是3个人都刷不动。
所以这轮最后的这一直最终是一次的无效直球，但是在大本营里面的话，刘公国中顺利的破蛋，拿下了这一回合的分数哦，我只拿下1分，但至少有在追分的步调上了。8比1，7分差，领先的依旧是新竹县冰壶协会。准备要来到的是第6回合，新竹县冰壶协会跟台北市柳工国中今年红道杯全国冰石壶锦标赛公开男子组的冠军战，7分差，领先的是新竹县冰壶协会。那来到第6回合，对柳工国中这边来讲，他们是有非常巨大的追分压力。是的，我想现在还剩下最后几局，他们现在必须呢，而且这一回合又会变成是新竹县冰壶协会是后手，对，所以在后攻的情况之下，在他们前面在第3回合跟第4回合是在先攻的情况之下各拿3分。对，哇，那以他们现在的手感跟他们这么放松的心情，后攻的破坏力会不会更大？他们后手的破坏力会不会更大？会的，他们现在必须要很小心一点，就是说今天他们不能太早的太得意啊。对，这个也是要注意。虽然放松的这个心态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OK， 今天他们打得很舒服，他们现在很有自信，但是他们在这方面的处理上面呢，这个心态的处理上面可能需要稍微小心一点点。所以老师，你是在上一局有感觉到好像新竹县冰壶协会比较放松了？比较放松，不过他们也都是还基本上的都有打到他们想要打的球。10月这一局指得还不错哦。他这个相当适应的相当的快啊，一上冰马上就可以来这个表现。10月是在上一个回合，那是替补原本的第1棒欧玉成。那欧玉成的话是投完了上一回合的第1局之后，就因为手腕的不舒服，所以先下场做休息，然后让10月上来。他其实在上一回合只做了1次的投掷。对，那这一回合马上就可以把石壶放到了一个这么不错的位置。除了是自己大拇哥以外，我想队友之间在资讯上的交流也很重要。对的。当他坐在那个后面看的时候呢，其实他能看到的东西跟听到的东西其实是相当有限的。是。所以呢，这个一上场的时候呢，就必须要靠这个队友给他这些对的这些资讯。然后他来怎么处理这些资讯？那目前为止看起来，他们这些都做得相当的好。我其实看他执壶的那种感觉他原本就是一个很细腻的人。他执壶是双眼注视着他的壶，然后很轻巧巧，但是又不失典雅的把它往前放。对，我觉得他的动作很漂亮。对，他的姿势这个相当不错，而且在没有暖身的这个情况下上来可以这样子做，是其实相当不容易的。所以在新竹县冰壶协会的第1棒是10月已经将他的2个壶给投掷完毕。那柳工国中的话，因为只有3个人，所以第1棒跟第2棒都会投3颗壶。不过这一次是无效直壶，哇！第1棒3次的直壶，有2次的无效直壶，这个比较可惜。新竹县冰壶协会要轮到的是焦轩云。
放到了大本营的前缘，大概是3个弧的距离。目前大本营里面是2红1黄。柳工国中要轮到的是陈启仲，感觉他们选择了击打，有些力道是直接放大了哦，但弹道对不对？弹道好像不太对。所以还是直接穿越了大本营，有点4马命哦，没有办法留在耗时区里。对，这很可惜。不过这一局呢，这个台北市这个柳工国中呢，他们必须要冒一些险，他们必须要冒一些这种比较平常不会去打的这些球，所以他们也许我认为他们这局呢，我们会看到他们尝试的做一些比较高难度的这些直球的这个位置。背水一战，对。啊，这里也是没留住。啊，所以两边都选择要走中间的情况之下，弧都没有留住。这一次则是选择走右翼，能够形成一个好的擦边吗？啊，没有办法。这个也许他们的这个战术，他们就选择了这个比较一个高难度的这个球来打。那可能他们这球到看刚刚那2颗球呢，连续2颗球都从那个角度然后往外偏，就慢慢往外飘出去了。这也就是所谓他们可能必须要比较做一些冒险的球。我柳工比较麻烦是这一回合他们5次的直弧只留了一个弧在场上，啊，给到，哇！结果有顺利的停下来，而且黄色的色弧现在开了，而且他自己红色的这个新竹县冰壶协会的球又躲在这个后面，躲在这个防守球的正后方，然后又分散开来。柳工国中要想办法，能够在最后的这3次直弧，让弧是留在大本营里，否则他们现在在大本营里面的这个黄色色弧是孤军奋战，随时可能被 take out。哇，滑倒要小心。刚才好危险。对，这个滑倒是因为刚刚手稍微有去撑哦。对，他这个刚才他的那个防滑的那个防滑垫突然这个松开了，所以他基本上是无预警的一个情况下，突然脚就滑出去了。我还好没有受伤。他们已经有一位队员就是在这上面滑倒。对，所以不希望能够再看到这种有受伤的情况。对，而且我不确定这样会不会影响到他们选拔，选拔他们会是同样一队吗？这个我不清楚，还没有去。我很担心的是，如果哲文老师接下来的选拔也是同一批队友，哇，结果好check out掉了。不，这有点是2换1哦。2换1，其实他们现在也是可以做这个动作，他们现在领先的分数够，对，有本钱做，有本钱去做这个事情。那最重要就是把这些东西清掉。那事实上，在这个所谓的 T line 啊，就中间这条线的横的这条线的 T line， 通常是不会希望有任何球留在那边的。那可以让对方呢去粘一颗球在上面，那是会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威胁。目前大本营里面的话是3个红球，没有任何一颗黄色的色弧。不过黄色的色弧在中线上是有一颗停在大本营的前缘。接下来又是我们哲伦老师了。现在这2颗黄球呢都相当重要的，希望呢第一个是可以留下来，那第二个呢是希望可以在这一局结束的时候呢得2分。
要不然很可能这一局就会决定了这个比赛的这个最后结果了。对，但新竹县兵符协会这一回合是后攻，所以这个已经是对柳工国中来讲一个不太好的、比较不好的消息。这边又滑了一下，会碰到自己的前缘，然后换了一颗球，对，就基本上也停在一样的位置。那假如说现在以新竹县兵符协会呢，他们现在的最简单的方法呢，就是把他前面的黄色的防守球就直接打掉，那黄色也没有地方，最后黄色的球也没有地方可以去躲了。不过看起来他们比的话是想要再送一颗进去，看起来是想要再掷一颗球进去大本营里面。那他们其实现在在大本营里面的这3颗距离并不远，是有机会能够被一击整个被破坏掉的，所以应该算是要留一手。甚至柳工国中现在在大本营前面的这个黄色色弧，反而会去干扰到自己去做爆破。对，现在这个新竹县兵符协会的这个情况来讲，对他们是其实相当有利，他们有相当多的选择，就只要不要把这颗黄色给推进去，都好说。现在不好说了，现在看起来是第一颗是红，第2颗是红，第3颗是黄。所以像有可能现在台北市柳工国中呢，像会想的是要打这个所谓的他们讲的这个双飞，看能不能一次把这2颗红色的处理掉，然后自己的留在里面，然后这样子到最后得2分。对，这一次就感觉在处理上面稍微有点失误了。对，这个虽然是有这个难度，不过这个也是，但是那个角度看起来是可以做得到的。哎呦，有削到一个，好，那这样的话剩下1分哦。不过新竹县兵符协会现在应该就不用多想了，直接做推高。最后一个球只要把它打掉，至少保2分。那如果自己的红色色弧还可以留着，那也是再完成一次3分的大局。对，现在他们要考虑的就是说，今天他们对这个球道熟不熟悉，对那个打黄色的那个球道熟不熟悉。假如说有信心的话，他就想都不用想，可以直接去打。那假如说不清楚那个球道的这个会发生什么事情的话呢，他有时候甚至掷一颗球到大本营的正中心，这样子得2分也是可以的。他们现在应该就是在讨论，因为感觉队长是想要直接走大本营，那另外的话队友是在提醒他说，我们就直接做 take out， 那就换3分。对，但一样，导师刚刚所提到的，就是我们前面有讲到的，如果你在这一道你今天是没有走过的话，其实你是不熟悉的，但对看起来好像算是蛮准的。好像是插过去。对，其实他们现在就算没有打到这个球，他们也是得1分。对，所以他们其实可以是讲是这一球可以丢的是无压力了。不过因为毕竟是后攻啦，还是会有那个期待值。但 anyway， 最后新竹县兵符协会在这一回合是有拿下分数的1分，所以2队的分差现在回到了8分的差距。休息一下，稍后。
9-1， 8分差，来到的是第7回合。但这一回合一定得要得分，而且这一回合所要得的分数哦，最好是3分起跳，甚至是要超过3分，因为你一局要拿3分就很不容易了。但以现在的8分差，最后的2个回合，你才有可能追平。对，如果平手的话，冠军赛也是直接比赛前的 LSD， 还是他们会有 overtime？通常的话，在国际性比赛的话，他们都是会打到底，打出一个胜负为止，就是直接再加回合。对。但无论如何，这一个差距真的很大，真的很大。所以他们现在呢，就是把所有的就冒险，可能可以再丢个几球，看看他们这个所谓的这个 set up 的这个石头前面几个位置摆的怎么样。只要摆的还不错的话呢，可能就会继续打下去。那假如说赛道不好的话呢，或许第7回合可能就会是最后一回合，是很有可能的，对。但是老师，第7回合可能打得完吗？我觉得看前面这3颗黄球、4颗黄球就可以知道他们会不会继续打下去了。因为有可能连第7回合都打不完。有可能在国际赛上面这样子的分差是可能第7回合打不完的。对，因为毕竟这个悬殊是现在差的蛮大的，对，是比较大的哈。对，那还是要再特别强调，冰石壶是君子的运动，所以这个不是说要不要拼到底的问题，而是这两边其实在这个情况下是互相尊重，因为也知道说，分差可能真的比较大。对。那再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今天当然他们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当你就算你2局都得满分，只要都还没有追回，没有办法打平的话，那时候也是自动的就是结束了。哦，对，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遇到这个情况，因为那是真的分差非常非常大，通常大家也都会就提前就已经先讲完了。对。等等，再来看一下整体的布局情况。而且新竹县冰壶协会是连包括替补的10月上场之后，我觉得都表现得还蛮不错的。对，都是表现得相当稳定。那反倒是柳工国中这里可能真的是3个人在体力的配置上面，其实陆陆续续开始有这种无效的直壶出现了。对，而且频率是有升高，尤其是在第1棒。张凯威这里可以感觉到应该是真的有累了啦。对，在过去几球他们都是几乎每一球都是需要大量的去对全力的刷。好，直接扣要刷到底，新竹县冰壶协会这一颗可能还是比较短，能不能过红线？好，最后是差了1咪咪。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像这颗球呢，就算刷过去了，话其实对他们的帮助也不是太大，因为你丢一个很高的一个这个保护球在那边的话，其实对自己并没有很利。尤其自己领先这么多，你不希望给任何对方一点机会，去让他去 set up 这一局。这颗直接传出去。然后目前大本营里面的话，柳工国中是有1颗，而且在这一颗的前面有2个红色的色弧是有遮挡到的，只是完全都是在左半边，等于说右半边这边是 wide open， 是空的，对。而且这个 wide open 是看得到柳工国中的黄色色弧，所以也有机会是从这个角度被钻了进来，直接做take out。对。然后这边也是直接就传出去。这一球新竹县冰壶协会的这个战术来讲呢，他们是比较积极一点的。他们像刚刚看起来是他们希望再选1颗球进去。
那事实上，我觉得他们可以开始把自己前面的这个 guard 保护球给打掉，那也是其中一个选择。以现在他们所领先的分数哦，对于新竹县冰壶协会来讲，他们是可以接受场上是完全空的。对。哦，这一球不错，再送一个进到大本营，这球效果不错。不过这个距离的话，有双飞的可能。这个看看他的角度是怎么样的。看起来是要做推告。对，这个没有打到后面的黄球把自己的这个红球打掉也是可以的。这球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好球，是 OK 的啦，因为很 OK 的。原本是有遮挡到。对，你现在逼的黄队，他必须再放一颗球，是保护他里面那2颗球。那假如说他没有保护好的话呢，他很可能下一次冰湖县的这个冰湖协会下颗球就会去想要打双飞的这个动作。因为老师你刚刚这样看的话是有这个可能性的他那个距离是蛮近的。而且他这个力道是直接扣不要刷因为怕刷了之后走得比较远，反而去碰撞到自己的冰壶，而且稍微偏了一点点。但是顶一下之后落在了这个位置，又磕回来了一条线。现在只要打到能处理掉其中一颗黄球，都是很好的。基本上现在就是用力就好。对，可能不用多想了。你过好弹道，用力 OK， 够用力，然后有接触到黄球，能把它给处理掉，这任务就成功了。陨石攻击，好，结果是跳掉一颗，所以让大本营现在只留下一颗黄色的色虎。现在这一球会蛮有趣的，现在看看这个柳工国中，他们现在这一球是希望怎么丢？也许可以把自己的黄球在大饼里面那颗黄球再往里面磕一点，推进去一点点，然后自己现在这颗球呢留在那个位置。看起来可能会把红色给推进去。好，红色的给推掉，然后来看一下这个角度有没有进到大本营里。其实这个角度有没有进到大本营也无所谓了，就是对红队来讲，新竹县冰壶协会来讲，就是他们就是能打掉多少黄球打掉多少。对。这也是我们前面讲，当你的分数领先够多的时候，其实你要打得简单。对，几乎就是球来就打，就是 take out。对，不要给对方任何一点机会，可以把他们的球藏到后面的。而且我宁可玉石俱焚，1换1、2换1，反正就是场面越空是越好，越有利。对，就是所谓刚刚老师所提到的打得简单哦。但是他这个弹道，好，哇，双飞啊！打出一个漂亮的双飞。但因为距离真的近啊，刚刚我们其实早在前几壶就在提，这是有机会形成双飞的。那前面老师就有提到，这会逼的柳工国中必须要放一个防守壶，但是他防守壶的位置其实并没有真的放出来。所以，因为少了那个防守壶，没有到位，对，双飞就出现了，形成了这个 double play。现在让柳工国中在大本营里面又看不到自己的黄色色壶了，还是得要靠着硬实力。张哲伦。
哇，刷的可能有一点多了哦，所以最后并没有停下来。而且原本应该是预期在红线前那边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摩擦力，可是刚刚看起来好像没有特别挺起，所以没有停的情况之下就直接穿过去了，一箭穿心。那这样的话，等等只剩下最后一次直弧的机会，目前大本营里面还没有自己的色弧。刚才那球是相当可惜的，因为这两天来讲，打到最后面几局的时候呢，中间的这个球道呢，通常会慢下来，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刚才那个球呢，对，他完全没慢，没有慢，就是保持一样的速度，然后就这样就出去了。好，所以现在再做一个推高，而且自己的弧有留在中间。有流进大本营里面，哇！新竹县冰壶协会现在几乎就是做的任何一次的决定都是 good decision， 对，就是做什么都对，对，结果都是好的。现在把压力又丢回去给这个台北市柳工国中，对，柳工国中现在能够做的就是打击，然后留下来，留住。对。好球，好，可以成功的 take off， 收下了这一回合的这1分。那这样子的话，柳工国中会拿下这场比赛的第2分，9-2是7分差。等等第8回合，如果他们能够打一个8-0，是有机会能够反超过去的。虽然这个比较难，不过双方应该还没有要握手言和，所以我们休息一下，等等再回来看看第8回合了。9-2 7分差，第8回合打不打得完，这个等等就是要看前面几次的直弧，因为这个分差很大，7分啊，你一局最多得8分，对，那几乎就是你进到大本营，或者是你穿出去，当然就或者是无效的，无效了，对，这个就没了就是没了。但是如果你进大本营，对方 take out 两球。比赛就结束了。对他们现在来讲，对柳工国中来讲呢，这个是很难去拿捏的，因为你现在你丢防守球，你去 set up 你的这一局，但是呢，你必须要有这个球又在大本营里面，才有办法得分。你丢到大本营里面的话呢，那这个新竹县冰壶协会就马上把它击打出去，那也没有机会了。所以现在他们一定就是其实可以想都不用想 ，OK， 就直接就把它给处理掉。但他们比的这个位置是要直接处理吗？还是因为想说是10月上来，让他试着能够直接往大本营里面丢看就好？我觉得应该不会，我觉得应该击打的机会比较大一点。啊，你看这个球的下线的这个弧度还蛮大的，所以他刚可能是给他多一点这个冰。哦，这个赶快刷，这可能会。好，直接就贴高。好，还是出去了。OK， 那这样子的话，其实现在就是少了1颗哦。对，所以少1颗的话，照道理，这个台北市柳工国中他们已经是没有办法得到胜利了，因为他们现在的球已经不够了。那他们应该这1颗才是第2颗。哦，这个第2颗。对，这颗是第2颗，因为刚刚是对，没有错，这个才第2颗，所以是这1颗丢完，我们才能确定
到底有没有机会？就再有一颗出去就没了。对，好，所以这里还是有削到边缘，然后新竹县冰壶协会要再做一次 take out， 对，成功，比赛结束。对。10月在第5回合替补上来，到目前为止，我觉得他的表现是可圈可点。因为老师在前面也有提到，替补球员上来，尤其10月当时上来的时候，感觉是真的临时被叫上来，并不是说他有心理准备的。对，那他马上把状态调整得很好，然后这可能是有点偏掉了。刚好让老师知道一点我们台湾的文化，就是有时候运动员是不太能够直接称赞的，一称赞完可能就会稍微有点小吐槽。没有这个，到处都是这样子。没有啦，但我真的是觉得他表现的是真的很好，表现相当的不错。尤其是在上个回合，他其实他的那2次直球都是值得漂亮的。对，那难免都会有失误。我至少让柳工国中这里是有多了一点机会啊。对，但这一支可能有点偏差。简单来讲呢，这个新竹县冰壶协会呢，只要在他未来的6颗球呢，能处理掉其中1颗球就结束了。可是这样子这个已经出去了，对，这个就没有机会了，没有机会了，没有机会了。那通常看起来是想要打到完吗？这种情况通常来讲的话，这个裁判呢会出来跟2队的队长呢，跟他们告诉他们说，这个比数已经是不可能追平了，所以呢比赛就算结束了。对，这时候呢裁判就会出来介入了。还是这2边就选择还是再适应一下场地，毕竟明天会休战1天嘛。明天休战1天，后天就是重头戏。对，老师的机票是订在星期日，就是因为后天有真正的重头戏。这一次的take out，那应该就是几乎宣布了比赛结束，画面应该是在握手了。OK， 好，所以在最终应该是在新竹县冰壶协会这边也有稍微提说，再让我们试试看take out，再让我们练。OK， 那这样的话，今年度红道杯挥手，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是新的冠军队伍新竹县冰壶协会9-2，最后是在第8局没有打完的情况之下，提前的就先收下了这一座冠军。但是接下来其实才是对这2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后天的国手选拔。那国手选拔的话，也是可以锁定台亚卫星，因为 HubSport 依旧会为各位带来精彩在今年冰石湖的国手选拔。那在今年度114年红道杯这2天的转播工作，在这边也要正式的告一个段落。那在这几天，感谢观众朋友您的收看，也感谢这一场比赛老师在旁边的陪伴，非常专业的讲评。同时，最后也要来感谢台亚卫星的转播同仁。我是秉承，我们下次见了，拜拜。